全球最大规模军演开启，2艘美国军舰被击沉，俄军玩手机将被判刑，泽连斯基释放和平信号，以色列挖地下医院，备战中东全面冲突，驻韩美军频繁调动，特朗普邀请朝鲜放弃核弹。全球最大规模的海上作战演习，2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军演在近日开启，全球29个国家和组织参与了这次演习。接下来大兵就带各位看看本次演习的亮点。在本次演习中，39000吨的2栖攻击舰塔拉瓦号以及9600吨的2栖运输舰迪比克号被作为靶舰击沉，而击沉这2艘军舰的则是一种被称为 QuickSync 的新式武器。接下来大兵呢就简称其为 QS 炸弹。在这次军演中，美国海军通过 B-2 轰炸机投放了这种武器。虽然美军自称是新式武器，但大兵通过查询资料发现QS 其实是一种制导套件，类似于美国的 GDAM。不过呢，和空军把制导套件套在航空炸弹上不同， QS 呢是用于套在鱼雷上的。在这次演习中， QS 就套在了 MK48 鱼雷上。该鱼雷之前呢只能通过潜艇发射，水下射程8公里，并且能够自动攻击目标。290公斤炸药的战斗部能够对敌方舰艇造成毁灭性打击，而能够通过 B-2 投放的 QS 炸弹，让美军能够在全球任何地点拥有对敌方大型舰艇进行打击的能力。当然，美军之前呢也可通过航母弹射战机发射反舰导弹实现这种能力，但这种方法呢有一些缺点。首先是会让航母暴露在危险海域，因为舰载机的作战半径一般不会超过800公里，比如 F-18 大黄蜂作战半径呢只有740公里，而俄罗斯的锆石导弹射程则能达到1000公里。如果使用舰载机攻击敌方舰队，势必会让己方航母也处于危险之中。同时呢，现在舰船对于反舰导弹的防御已经相对比较成熟，防空导弹、近防炮甚至激光武器层出不穷。前段时间呢，美军在红海部署的埃森豪威尔号航母几乎每天都要遭受胡塞武装反舰导弹的攻击，但没有一次被命中。相比之下呢，通过隐形轰炸机 B-2 投放鱼雷的方式，会让袭击成功的概率提升数倍。因为 B-2 的隐身性能甚至要超过 F-35， 而在投放 QS 后呢，其在水下前进不会被雷达发现，就算被声纳预警机发现，也很难进行拦截。最重要的是 QS 相比于巡航导弹有着极高的性价比，这对于近年来接连被削减美军1等人来说呢，显得尤为重要。美国海军成功测试了新型的 IM-174 长程反舰导弹，这是美海军现役的一款地对空导弹，可以从地面或者军舰上发射，用来打击空中固定翼飞机、无人机等目标，也可以被用作反舰导弹。虽然只有64公斤的高爆战斗部，让其毁伤能力有限，但其和 AIM-120 同款的主动引导雷达以及更高的飞行速度，让其追踪和打击能力大大增加。同时，韩国的 Ponan 的火箭系统也是这次演习的重要测试目标。该系统又名韩国低成本制导成像火箭，在过去5年的实弹测试中，多个阶段呢是展示了100%的精确度。这是美国国防部的一项计划，旨在验证外国国防公司武器系统的技术能力，以供美国军方采用。最初呢，在2019年进行测试。该火箭弹以其快速反应和高效打击能力著称，能够在短时间内对多个目标进行精准打击。据新闻稿称7枚火箭弹均命中了目标。这次演习呢，将会在今年8月1号结束，目前还有更多情报正在放出，大兵也会持续跟踪报道。7月23号，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宣布了一项新的修正案。该修正案将战区佩戴小工具，也就是携带个人电话和电子设备的行为，将被定义为严重违纪行为。修正案规定，俄罗斯指挥官有权在没有法院命令的情况下逮捕并拘留违反此类规定的军人，拘留时间呢可达10天。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安德烈·卡尔塔波洛夫表示，这项惩罚不适用于使用设备进行战斗行动的军人，并且强调该修正案是基于先前的一项法案，该法案通常禁止在乌克兰使用私人设备。卡尔塔波洛夫指出，修正案的主要目标是保护俄罗斯军人免受与手机使用不当相关的安全风险。
这让大兵想到，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之初，俄军在乌克兰土地上晕头转向，只能拿出了乌克兰电话卡的手机进行通讯和查找地图，结果被乌克兰电信公司定位，让无人机一锅端了的事迹。然而，即便有血淋淋的事实，这一修正案依旧遭到了俄罗斯军事博主们的批评。他们声称，惩罚使用个人设备的士兵将使得俄罗斯的后勤、控制、指挥和总体行动大大复杂化。军事博主们指出，俄罗斯军人严重依赖他们的个人设备来传输目标坐标、呼叫炮兵和无人机操作员的火力、导航前线区域，并在单位之间进行协调。一位著名的俄罗斯军事博主发表了对卡尔塔博洛夫的正式呼吁，声称该修正案将导致俄罗斯军方 C2 机构的瘫痪。他呼吁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修改该法案，以更现实地与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使用个人设备的方式保持一致。多位军事博主还批评俄罗斯国家杜马代表与前线的现实脱节了，他们呼吁政府向军人提供安全的通信和导航设备，然后再对临时使用个人设备进行惩罚。他们要求杜马代表与俄罗斯武装部队就拟定的修正案和未来的立法进行合作，以确保法律符合前线现实，并敦促代表们访问乌克兰前线。一些批评者甚至指责卡尔塔波洛夫和他的团队犯有叛国罪，并奉行这一政策以帮助乌克兰赢得战争。他们质疑俄罗斯官员如何区分用于作战行动和不用于作战行动的设备，并讽刺地指出，俄罗斯低效率的官僚系统会让区分电子设备这件事情更加复杂。没准某个长官家的亲戚正好就缺一个手机呢。大兵认为这些军事博主反应如此之大除了俄罗斯前线部队确实需要手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们的消息源呢，都是前线士兵通过手机传递给他们的。如果俄罗斯军队没收了所谓的非工作手机，那么这些所谓的军事博主就吃不到俄乌战争的人血馒头了。其实这不是俄罗斯国防部第一次尝试禁用军队使用手机的。在乌克兰通过俄军手机定位并且袭击顿涅茨克州马基夫卡的俄罗斯军营之后呢，俄罗斯国防部就曾试图限制在乌克兰战区使用个人设备，并遭到类似批评。然而，由于俄军始终无法解决底层士兵的通讯和导航系统，并且提供安全的代替方案，因此俄军的底层士兵依旧在阳奉阴违。至于低级军官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被上级发现玩手机，最多是被骂一顿。要是真没了手机，那在乌克兰迷了路，丢的可是命啊！随着美国政坛的变化，泽连斯基对于战争的态度也开始有所软化。乌总统泽连斯基在21号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表达了与俄罗斯代表，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和平谈判的可能性。泽连斯基在采访中进一步表示，如果在第二次和平峰会上能制定出一项计划，并且俄罗斯愿意讨论这项计划，那么我们将愿意与合作伙伴一同与俄罗斯代表进行谈判。至于对方是否是普京，这并不重要。泽连斯基还表示，领土不一定要通过武力夺回，我认为外交的力量可以提供帮助。言下之意，通过国际社会向俄罗斯施加压力，逼迫他们放弃一部分乌克兰领土。针对泽连斯基关于与俄罗斯谈判可能性的表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总体而言，这当然比拒绝与俄罗斯进行任何接触的声明要好，但目前俄罗斯还无法判断泽连斯基这些言论背后的含义，所指的计划具体是什么，以及乌克兰会朝着这个方向采取什么举措。总体而言，俄罗斯对此态度较为冷淡。乌克兰新闻网站21号的报道分析出，泽连斯基正在积极为解决冲突寻求新的出路。如果特朗普赢得选举，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或将急剧下降，甚至完全终止对乌的援助。报道称，由于战事压力和美总统选情的影响，泽连斯基在近期接受媒体采访时，均没有对乌克兰是否坚持收复所有领土给出肯定答案。这表明该问题可能存在谈判的余地。泽连斯基似乎已经在暗示乌克兰不打算为恢复所有领土而战了。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也给出了相似的看法，即泽连斯基可能正在改变与俄罗斯谈判的立场，推翻了他此前设定的一些先决条件，例如俄军从乌克兰领土撤出等。法国媒体认为，泽连斯基态度转变的主要原因在于乌军前线战事陷入困境、西方援助乌克兰的疲劳加剧，以及美国大选的前景等影响。
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7月18号的报道，以色列正在地下深处为与黎巴嫩武装的全面冲突做准备。位于以色列北部的兰巴姆医疗中心在地下3层的停车场建立了完善的医疗设施，以应对可能升级的战事。医疗设施的负责人迈克尔·哈尔贝塔尔表示，医院已经做好充足准备，可以容纳上千人。以色列各地的医疗中心、应急服务机构和居民也正在为此积极备战。以军方估计，预计这场战争的破坏力可能会远超与哈马斯的冲突。黎巴嫩武装比哈马斯更加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其导弹储备估计能覆盖以色列全境。以色列应急部门与市政当局预计，一旦双方爆发战争，将面临严峻的导弹威胁和防空压力。为应对可能的长期战争，以色列各地的业主协会正在积极准备避难所和补给。哈尔塔贝尔透露，以色列卫生部已经要求当地医疗系统准备为期60天的医疗资源。据美国星条旗报网站7月22号的报道，美国空优战斗机正在暂时部署到更靠近朝鲜的地方，以优化作战能力，提高朝鲜半岛上的战备状态。美空军18号发布的一份新闻稿称，来自首尔西南约184公里处的群山空军基地第8战斗机联队的9架 F-16战损战斗机将被派往首尔以南的乌山空军基地，进行为期1年的实验。第7航空队发言人雷切尔·布伊特拉戈在22号表示，这些 F-16 基本上本月早些时候开始抵达乌山。该基地有 F-16 和 A-10 雷电2攻击机2个战斗机中队永久驻扎。第7航空队司令官戴维·艾弗森补充道说，这次实验呢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看看这种规模的中队是否能提高我们的训练效率，同时在威慑失败情况下提高我们的作战能力。值得一提的是，在驻韩美军提高对朝鲜战备状态的同时，美国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20号在密西根州的格兰德拉菲兹举行的联合游说中，再次强调了他与金正恩的兄弟情。特朗普表示，美国非常安全，我和金委员长相处得很好。我和他说 relax， 不是已经有足够多的核弹了吗？我们轻松地去看纽约洋基队的比赛吧，我会让大家看看棒球是什么。最近几个月，朝韩局势急剧进展。从今年6月开始，朝鲜就开始向韩国发射大量含有垃圾和排泄物的气球。7月24号，至少1只朝鲜的垃圾气球落在了首尔龙山总统府和国防部所在地。韩国政府动员防化应急组进行勘查，尽管落地垃圾中没有包含危险物品，也没有人受伤。韩国总统警卫处表示，警卫处与联合参谋本部一道监测朝鲜空飘的垃圾气球，发现部分垃圾落在总统府一带。韩国已经重启对朝鲜的宣传广播，以报复朝鲜最新一轮的垃圾气球行动。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军方已经屡次就朝鲜持续空投垃圾气球的行为作出严正警告。根据警告内容，针对朝鲜放飞气球的地点进行了约10个小时的扩音喊话。这次扩音广播的内容尚未披露，但据报道，扩音宣传内容包括韩国的流行歌曲、天气预报和韩国最大企业三星的新闻，以及外界对朝鲜导弹计划和镇压外国视频的批评。韩国对朝鲜重启扩音广播的做法可能会引发朝鲜的愤怒回应。朝鲜一向对来自外部的信息是极为敏感的。2015年，韩国在阔别11年再次进行了扩音广播之后，朝鲜在边境地区向韩国的扩音设备开火，促使韩国还击。这次擦枪走火没有导致人员伤亡。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